感謝86796和粉絲們的支持，非常感謝。新年快樂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風琴友。一直以來都有玩家問我暗夜帝王和竹林仙君這2只幻獸哪只更強力的問題，而不同刻度的玩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都有所不同。那麼今天我就用這個影片跟大家聊一聊，無論是副本、競技場、聖獸還是混沌中，在什麼情況下使用暗夜的輸出效益更大？什麼時候使用熊貓的輸出效益更大？這2只幻獸的機制我已經在早期影片中講過了，這裡就不多講了。這期影片只給原因和結果，那我們廢話不多說，馬上開始吧。如果不點個讚，我把你腦袋給你敲了，你還敢囂張？大部分玩家都會在混沌搭配中會對這2只的選擇比較困擾，所以我也就先從混沌講起好了。這裡我使用的是防禦和混沌相同的魔王，在使用暗夜和熊貓分別用相同混沌的技能搭配進行20次測試以後，暗夜帝王的平均輸出為2146億，而熊貓則是2172億。介於我的熊貓被動技能的品低，自為奇蹟，而不是暗夜的不朽，所以最終平均傷害大約會在2250億左右。測試回合為30回合，多5個回合，但是這符合我在混沌單人打出的平均傷害。熊貓的輸出更高的主要原因其實就是混沌君王的護甲低，暗夜沒吃到紅利。不過介於暗夜依舊是可以有破甲減1效果的，隊友還是要帶一個比較好，至少要比小黑貓好用多了。聖獸也屬於低甲類型的敵人，所以結果又如何呢？我用與聖獸相同護甲的魔王，聖獸技能搭配10個回合，並且每一只幻獸都分別測試20次的情況下，暗夜的平均輸出為280億，而熊貓的平均傷害則是268億。如果是被動為不朽品質的熊貓，那麼最終傷害應該為279億左右，幾乎沒有區別。而這正好也是爭議比較多的一項。至於2個中選哪個，其實取決於你能吃到多少臨時增益技能。幻獸能繼承秘法的永久暴擊暴傷屬性，但是戰技的臨時屬性是無法享受的，比如戰役沸騰或者戰陣鼓舞之類。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在聖獸中，無論什麼刻度，只要你能吃到多個增傷類臨時技能的加成，那麼熊貓的優先級便是高於暗夜的。從這4張圖的對比中，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，當自身因為吃到多個幻獸無法吃到的增益屬性的時候，使用熊貓的搭配是遠遠大於暗夜的。但是當你匹配到的隊友都不帶輔助技能，那麼熊貓的搭配呢就會明顯低於暗夜的技能搭配。那麼在競技場中，我用的是護甲和自身相同的魔王，不過我當時應該用普通魔物會更好。同樣的 PVP 搭配，分別測20次，取平均值，總共40次測試。這裡我取的是平均回合傷害，而不是總傷害。暗夜為6.1億，而熊貓則是5.3億。不過競技場應該用暗夜的玩家不多，通常我還是會建議使用晨曦天使，因為無論是哪個職業，天使的暴擊率、精準以及回血機制都是極其優秀的。到了不朽的天使，甚至能提攻高達27%的數值。不過我在竹林仙君那篇也有提到過，如果你的技能均以1回合冷卻的戰技為主，並且大多數時候都能在3到4回合之間分出險輸，那麼使用熊貓或許有奇效。在挑戰賽中帶熊貓提前釋放群傷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不過還是那句話，我依然建議用天使，因為無論進攻還是防守都更穩定。副本的話，我用來測試的魔王数值是匹配煉獄魔王防禦值的，不過噩夢也適用。噩夢以下的副本通常不缺人帶，我就不測了。對於防禦力普遍高於剛剛達到戰力門檻的玩家，資深防禦3倍左右的怪物來說，我最常使用的副本套中，暗夜造成的平均傷害為24.6億，而熊猫則是18.9億。如果是術士或者賢者玩加打輸出的話，應該會更明顯，因為斗士的強襲能夠比較穩定的无視
大約65%到75%的護甲。這個結果，哪怕是不朽被動的熊貓，最終測出來的數值也應該不會超過20億，差距還是挺明顯的。不過不是暗夜自己的傷害高，而是破甲實在是太好用了。這裡的話，我還是建議打輸出職業的玩家可以帶暗夜帝王，畢竟破甲是群體增益，多隻暗夜可以更快疊滿3層破甲，不用等到第3回合才打滿層數。不過對於頂顆佬的泥頭車來說，依然是熊貓更合適。或者說，如果你在隊伍中的總輸出占比能在沒有暗夜帝王的情況下，依然能到50%左右，甚至更高，那麼熊貓能為你帶來的增益實際上是大於暗夜的。如果你是主力輸出，那麼隊友理應攜帶暗夜幫你打破甲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就結束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來我的 DC 一起交流。那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